Hello，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爱吃的频道，我是艾芙琳。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摸不到你的猫咪？不用担心，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猫咪造型的手套。手套的大拇指就像猫咪的尾巴一样摇摇晃晃，并且拥有翻盖的设计，让你轻松滑手机。就算猫咪对我们不感兴趣，我们也能享受满满的猫咪爱。线材沿用了之前的猫咪围巾所剩下的喷毛纱，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合适的线材，并且搭配相对应的钩针尺寸。另外可以准备你喜欢的纽扣，还有缝针、记号扣以及剪刀。成品的完成尺寸如影片所示，若想调整手套的大小，建议可以借由钩针的型号或者是线材的粗细来调整。我们从手套的大拇指开始，先用白色环形起针，第一圈2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不算针数，在数针目的时候请忽略它。接着12个长针，我在第一个长针上放记号扣，新手朋友容易将它跟起立针混在一起，放上记号扣以方便辨别它是第一针。这里也会是每一圈结束要引拔的地方，将头尾相连。接着剩下的长针，12个长针结束，收紧中间的线圈。接着引拔在做记号扣的地方，也就是第一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我们收紧最后的引拔针，以避免它跟其他的针目混在一起。数针数的时候，这个引拔针也不算一针。第二圈同样2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在上一圈结束我们引拔的位置，这里也会是第二圈的第一个针目。从这个针目开始，每个针目1个长针。第一个长针我仍然放记号扣。第12圈总针数不变，维持在12个长针。第二圈结束，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收紧最后的引拔针，接着就可以断线。我们将断线后的线头从第一个针目引到织物背面，接着重新起线，继续从第一个针目引黄色的线，引线之后，第3圈2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接着从第一个针目开始，以6个针目为一组，钩织中画好的内容，先连续5个长针。在换线之后的这些线头，可以一并包着钩织几针，再做修剪。而在第6个针目1个长针的加针，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钩织2个长针。这样是一次中画好的内容。中画好的内容总共重复钩织2次，这一圈增加2针，一共完成14个长针。之后的第4圈到第6圈，2个锁针起立之后，每个针目1个长针，每圈一共14个长针，而结束时仍然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第6圈结束，断线。我们将线头从第一个针目引到织物的背面。我们在第一个针目以及第14个针目各放1个记号扣，这2个地方将会与手套的手掌结合。
我们完成2个这样的拇指。接着是手套的翻盖，也就是猫咪的头部，从耳朵开始。起针的方式如同拇指，以黄色环心起针。起针之后，按文字结钩至第1圈到第3圈，每一圈也是2锁针起立，不算针数，而结尾引拔在第1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第3圈结束，断线。我们将线头从第1个针目引到背面之后，在第1个针目上放记号扣，接着完成第2只耳朵。第2只耳朵的第3圈结束，不需断线。我们同样在它的第1个针目上先放记号扣，接着继续钩织3个锁针。接着我们要与第1个耳朵连接，我们继续在第1个耳朵的第1个针目上进行引拔，将2个耳朵相连。第4圈2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我们从相连的引拔针所在的针目开始，钩织中括号的内容，沿着这个耳朵每个针目1个长针，在这个耳朵上一共有16个长针。接着会遇到连接耳朵的这个锁针链，在每个锁针上钩织1个长针，锁针链上一共3个长针。接着到另1只耳朵，从它的第1个针目开始，再重复一次中括号的内容，在这个耳朵上一共是6个长针。接着是锁针链的另一边，3个长针。第4圈结束，引拔在第1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这样2只耳朵就完全相连了。后续我们继续进行圈钩。第5圈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之后，先以黄色连续钩织16个长针，而在黄色的第16个长针，在它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我们引白色的线来完成这个长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完成换色。注意这些线头可以拉紧一些，避免最后一个长针被拉长。接着以白色钩织3个长针，在钩织中间的白色段时，可以一并将所有的线头包着钩织。而在白色的最后一个长针，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又换回黄色的线。接着以黄色钩织剩下的针目，19个长针。换线后的第1针，我们可以包着白线钩织个1针，以避免最后1针白色的长针被拉长。我们继续留下白色的线，不做断线。在钩织下一圈的白色长针时，直接用这个所留的白色线进行换线。因为没有断线，所以下一圈在换线之后，我们可以将中间这一段白色的线段留得松一点，再进行钩织。注意前1针长针是否被拉长，可以收一下这个线头。我们按后续文字解的颜色安排，钩织接下来的圈数，一直到第9圈。每一圈2锁针起立，不算针数，而结尾引拔在第1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总针数维持在38针。接着第10圈，1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不算针数，先以黄色钩织11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放记号扣，而在第11个短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换成白色，完成换色。白色的线段可以留得松一点，接着以白色钩织中括号的内容，先连续7个短针，这里是猫咪的脸部中央，我们在这里钩织8个锁针，作为纽扣的扣环。你可以根据所准备的纽扣大小来决定这个锁针链的长度。8个锁针结束，挑起上一个短针的2条线引拔，接着从下个针目开始，连续6个白色的短针，白色的部分钩织结束，以一样的换色方式钩织剩下的14个黄色短针。而到目前，白色线已经不需要再使用，因此换色后的线头在包着钩织几针之后，就可以将白色断线。第10圈钩织结束，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接着断线，同样将线头从第一个针目引到织物背面，我们从第一个针目往左数，在第8个针目以及第29个针目各放一个记号扣，包含记号扣的针目在头部背面2个记号扣之间会有18个针目与手套的主体连接。接着是手套，我们留一些起始的线头，大概7公分，锁边起针，基础行36个锁针，这里的起针数会比翻盖的总针数少2针，这样翻盖比较容易套上手套。基础行结束，我们翻到锁针链的背面，在背面的横向线条，这些是里衫。我在第一个里衫上放记号扣，下一圈我们会从这里开始钩织长针。接着第1圈2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我们返回从做记号扣的里衫开始，先以黄色钩织2个长针。第一个长针我放记号扣，这一圈结束会在这里引拔，将头尾相连。而在第2个长针最后一次的挂线钩出时，引白色，完成换色。接着连续13个白色的长针，在钩织白色长针时，我们可以将这些线头一并包着钩织。在这里钩织的时候都是条里衫。而在最后一针白色，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又换回黄色的线。接着继续以黄色钩织剩下的针目，21个长针。白色的线头可以包着钩织1针，以避免最后一针白色长针太松。第1圈结束，我们将织物翻到背面，将2个颜色的线置于上方。接着我们将织物圈成一个环，将钩针插进第一个长针针目引拔，将头尾相连。收紧这个引拔针，以避免它跟两旁的针目混在一起。而这个缺口会在最后进行缝合，之后我们就进行圈钩，
第二圈2个锁针起立，颜色的针数安排不变，换线的方式如同第一圈，而在钩织白色长针时，也是包覆着所有线头钩织。我们按文字解的颜色安排，先完成第二圈。第二圈的结尾也是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第三圈，在钩完正面的前半部分，在黄色的中括号会有剩下的18个针目要与翻盖结合。我们将翻盖与手套它们的白色这一面置于同一个方向，接着将手套套进翻盖中。在翻盖这里，我们有做了2个记号扣。我们从这个记号扣开始，与手套主体结合，合并钩织18个长针。合并钩织完18个长针，接着引拔在手套的第一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之后第4圈到第7圈颜色安排不变，我们按文字解钩织，每一圈都是2锁针起立，不算针数，而结尾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钩织到第7圈的时候，手套的整体长度大概会是从手指到虎口，你也可以借此调整这个圈数，来符合需要的长度。下一圈我们将结合拇指，我们按文字解钩织。在2个黄色长针之后，白色部分先连续3个枣形针。枣形针的钩织方式是在一个针目里钩4个未完成的长针。接着挂线钩出所有线圈，完成一个枣形针，以白色连续3个枣形针作为猫咪的爪子。枣形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这个线圈拉紧一点，以避免针目太大。接着连续7个长针，而在白色部分的倒数3个针目也是各钩1个枣形针。而在最后一个枣形针，在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所有线圈时，以黄色进行挂线钩出，完成枣形针。接着以黄色先连续3个长针，并且包着白色的线头一起钩织。之后不需要白色，因此我们将白色断线。接着我们将结合大拇指，我们将下一个针目与大拇指的第一个针目相对，从拇指的内部穿进这个针目，再继续穿进手套的针目，合并钩织1个长针。接着围绕着拇指连续12个长针。
而在拇指的最后一个针目，又结合主体的下个针目一起钩织一个长针。注意钩针先由拇指的内部穿出针目，再穿进手套的针目，一起钩织长针。接着回到手套的主体，钩织剩下的长针，16个长针。结束也是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而这是其中一个手套。在另外一只手套之前的钩织方式都一样，但是拇指与主体结合的位置不同，会是在同一圈倒数2个针目上。在倒数第2个针目，我们与拇指的第一个针目结合钩织，接着围绕着拇指钩织12个长针。而拇指的最后一个针目则与手套这一圈的最后一个针目结合钩织长针，如此2只手套的拇指位置才会对称。而2只手套后面的几圈钩织方式都一样，第9到12圈是虎口到手腕的长度，我们一样可以视情况调整圈数。而在第13圈，这里是手掌靠近手腕的地方，我们可以做适当的减针。我以8个针目为一组，钩织第13圈中括号的内容，先6个长针，而接下来的2个针目钩织1个长针的减针。现在连续的2个针目各钩1个未完成长针，再次挂线钩出所有线圈，这样就减去1针。中括号的内容重复钩织6次，这一圈减去6针。接着第14圈针数不变，每个针目钩织1个长针。第14圈结束，断线，将线头引到织物背面。我从第一个针目重新引白色的线，钩织手套的手腕部分。引线之后，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接着以2个针目为一组，钩织中括号的内容。第一个针目1个中长针，第一个中长针我放上记号扣，而第2个针目1个外钩长针。外钩长针的钩织方式是，我们挑起这个针目的整个长针，再钩织1个长针。这样是一次中括号的内容，我们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直到这一圈结束。这一圈结束，也是引拔在第一个中长针上，将头尾相连。我们如此钩织到第20圈，手腕部分的圈数也可以自行调整。在之后的圈数里，中长针会钩织在上一圈的中长针，而外钩长针会落在上一圈的外钩长针上。第20圈结束，断线，利用缝针藏好线头。而在我们钩织手套的主体时，在基础行这里有一个缺口，我们利用起始线头缝合这个缺口。
接着我们将纽扣缝合在手套的第3圈，缝合的位置记得要符合翻盖的扣环。而翻盖是猫咪的头部，我们在它的第6圈绣上眼睛，在第6到7圈绣嘴巴以及胡须。这样可爱的猫咪手套就完成啦，让它陪你度过每个充满爱的瞬间，送给身边的猫奴朋友，让他们也能随时感受到猫咪的陪伴。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